找了整整90年的暗物质，又一次躲过了人类的探测。墨西哥高海拔切连科夫观测站刚发布的最新实验结果，让整个天文圈都安静了。和之前所有同类实验一样，这次依旧没能找到暗物质存在的直接证据。但诡异的是，没有一个科学家敢拍板说暗物质不存在，这到底是为什么？墨西哥的高海拔切连科夫观测站刚公布了最新的暗物质探测实验结果，和该领域几乎所有实验一样，这次依旧以一无所获告终。但实验作者和天体物理学、宇宙学专家们并没有因此否定暗物质的存在。毕竟，如果没有暗物质，宇宙中太多观测现象都无法解释。暗物质的概念最早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当时天文学家观测其他星系时发现，恒星的运动方式完全不符合可见物质。恒星、气体、尘埃总质量的引力计算结果，就像星系里藏着一大块看不见的额外质量。后来的观测进一步证实，星系间的引力相互作用也表现出质量远超可见物质的异常。于是科学家提出假设，星系的大部分质量由某种不发光、不可见的物质构成，这就是暗物质。其实暗物质这个词刚诞生时并没有那么科幻，它甚至可以是普通原子构成的天体，比如流浪行星、褐矮星、冷到几乎不发光的星体、白矮星，小到远距离无法察觉，还有中子星和黑洞。这些低调天体曾被统称为大质量致密晕天体，但随着观测技术和理论的发展，天文学家发现这些大质量致密晕天体的总质量远远不足以解释星系里的引力异常，甚至连可见恒星总质量的零头都不到。更关键的是，新证据显示，暗物质应该在宇宙第一颗恒星形成之前就存在了，而大质量致密晕天体都是恒星演化后的产物，时间线完全对不上。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暗物质，宇宙大爆炸后的气体密度根本不够启动引力坍缩，第一颗恒星都没法诞生。这就意味着暗物质绝不是普通的重子物质，它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不发光，不吸收，也不散射光子，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形物质。你知道吗？最初科学家最看好的暗物质候选者是中微子，这种不带电的氢粒子，每秒有足足600亿个穿过你身体的每平方厘米，却完全不会和你产生任何互动。中微子曾被认为是暗物质的完美人选，它不带电，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数量又多到惊人。但很快科学家就遗憾地否定了这个假设。问题出在中微子的性格上，它质量太小，动量大，在宇宙中分布得太均匀，根本没法聚集在星系周围形成引力核心，而星系恰恰是围绕暗物质的聚集形成的，没有这种局部的高密度聚集，星系根本没法诞生。所以我们的宇宙要想是现在这副样子，一定还存在另一种暗物质，它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但质量足够大，能在星系周围形成致密的晕，也就是物理学家口中的 WIMPs 弱相互作用重粒子。这不是某一种特定粒子，而是一大类假设中的超标准模型粒子，比如无菌中微子、超对称伙伴、暗费米子等等，甚至暗物质可能是多种粒子的混合体。但问题是，弱相互作用重粒子至今只存在于理论中，要证实它，我们得先捕捉到它和物质相互作用的痕迹，或者找到它湮灭时的信号。高海拔切连科夫观测站的科学家们就瞄准了暗物质湮灭这个突破口。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如果暗物质粒子存在，那它一定有反粒子。当正反暗物质粒子相遇湮灭时，会把质量完全转化为能量，也就是高能伽马光子。这些光子的能量大概在10的11次方到10的14次方电子伏特之间，比可见光光子高10亿到1万亿倍。不过高海拔切连科夫观测站并不是直接观测这些伽马光子，而是观测它们撞进地球大气层后引发的大气促射。伽马光子和空气分子、原子核碰撞产生电子，正电子对，这些粒子以接近光速飞行，减速时会发出切连科夫辐射，就是核电站里常见的蓝色闪光，接着又会产生新的伽马光子。新的粒子对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最终形成包含数百万粒子的粒子雨。高海拔切连科夫观测站就建在墨西哥塞拉内格拉火山4公里高的山顶上，用100个装着20万升高纯水箱子捕捉这些粒子雨的蓝色闪光。如果让你设计一个暗物质探测实验，你会瞄准宇宙的哪个角落？评论区聊聊你的脑洞。不过，宇宙里的高能粒子不止伽马光子，比如宇宙射线里的高能质子也会引发大气促射。怎么把它们和暗物质湮灭的信号区分开？其实很简单，质子和原子核碰撞时会产生谬子，反谬子对，谬子的寿命足够长，能一路飞到观测站，而且它发出的切连科夫闪光比电子亮得多，而伽马光子引发的促射里几乎没有谬子，所以只要观测到谬子的闪光，就能直接排除这是质子引发的促射，把目标锁定在伽马光子上。但新的问题来了，宇宙里本身也会产生高能伽马光子，比如活动星系核的喷流，中子星和黑洞的极地喷流。这些等离子体以接近光速飞行时，也会产生高能伽马光子。怎么区分它们和暗物质湮灭的光子？答案就在光谱里。普通天体产生的伽马光子，能量分布是连续平滑的，高能量子越来越少。但如果是暗物质湮灭产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弱相互作用重粒子是自己的反粒子，也就是费米子，湮灭时会产生能量，严格等于粒子质量乘光速平方的光子。光谱上会出现一个尖锐的峰值。如果是其他湮灭过程，也会在特定能量区间出现先升后降的特征分布。高海拔切连科夫观测站的科学家们设计了一套精准的光谱分析方法，就等着捕捉这个特征信号。但遗憾的是，观测数据画出的是一条完全平滑的曲线，和不存在弱相互作用重粒子湮灭的预期一模一样。不过实验作者并没有直接否定轴子的存在，轴子是弱相互作用重粒子的一种候选。一来，轴子的质量可能比我们预期的更重或更轻，产生的伽马光子不在高海拔切连科夫观测站的观测范围内；二来，我们默认正反轴子数量相等，但如果像普通物质那样，每10万个轴子里才有一个反轴子，那湮灭事件会罕见到根本测不出来。实验最终只得出了一个结论：宇宙中轴子和反轴子的湮灭频率不会超过每立方千公里空间每秒一次。这包括了完全没有湮灭的可能，当然也包括根本不存在轴子的可能。但就算轴子不存在，暗物质假说也不会垮台。现在物理学家还有一大堆候选者：超轻标量场、超重弱相互作用粒子、原始微型黑洞，甚至是宇宙弦这种时空结构的外来物。每一次失败的暗物质探测实验都会让怀疑论者的声音更大。他们认为那些被归为暗物质的引力异常，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引力理论需要修正。比如在超弱引力场中，引力的作用比我们预期的更强。虽然大多数天体物理学家对这种理论持怀疑态度，但科学的精神就是不能轻易排除任何可能性。其实，不管是找到暗物质，还是证明引力理论需要修正，每一次实验都是在为人类的宇宙认知拼图补上一块碎片，哪怕这块碎片是排除错误选项。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尝试，推着我们一步步靠近宇宙的真相。如果你对修正引力理论的内容感兴趣，别忘了点赞加评论，想看关注我，带你用最通俗的方式解锁宇宙的终极奥秘。下次想看宇宙干货的时候，就能第一时间找到我。